你说很多事情都是历经了很多年之后，现在才爆发嘛。然后我认为，其实现在很可能就是这一个火很有可能被点燃的时机。Hello， 大家好，我是志祺。那从5月底开始，台湾出现了一波 MeToo 运动，有很多人出面分享自己遭到性骚扰的经验。那因为这个题目比较特别哦，也有很多不同的声音跟观点，所以我们今天找来了我们的企划洋洋，一起来聊聊。Hello， 大家好，我是洋洋。好，那想先请就是洋洋简单的分享一下台湾这波 MeToo 运动是怎么样开始的？这个事件的开始其实是从李正皓事件开始的。李正皓以前曾经是代表国民党要参选议员的一个人，然后呢，这一次他已经退出了国民党，但这一次被民进党征召。可是其实这个李正皓以前是有非常多争议的，就是他以前曾经有涉嫌偷拍私密影像，然后也有涉嫌威胁前女友。然后呢，就在这个期间，也因为之前《人选之人》这部剧，提供了一个类似案件的环境，所以就有一个前民进党的党工叫做陈千柔，还有在脸书 po 文说他其实就在去年9月的时候，在民进党内部遇到了很类似的状况。就是当时候呢，他其实是跟一个外包的厂商合作，然后那时候我们要拍摄影片，然后他在车上休息睡着的时候，那一个导演就是触摸了他的颈部，然后肩膀，甚至是胸口。他后来其实是有把这件事情告诉他的主管的，然后只不过没想到他的主管也就是许家田反过来问他说：“那你当下干嘛不跳车？”然后甚至问他说：“那你当时为什么不大叫？”然后呢，甚至在后来的处理上是没有很直接的处理，有一点类似冷处理的状况，所以呢，就让他当下其实是受到一个非常不好的经验，然后后来也离职了。然后他是直到现在，然后才在这个时机把这件事情讲出来。然后其实这个陈千柔的贴文就有点类似于像一个导火线，这个导火线一点下去之后，就接连爆出了好多好多的案件，而且都是在民进党内。在我们今天录影之前，民进党内至少就有18起案件被爆出来，很多。而且这个18起又像是另外一根比较大的导火线，就是除了民进党之外，就连国民党、民众党、时代力量，甚至是现在扩张到更多的领域，对，不管是艺文界、政治界、演艺圈等等等等，都出现了非常非常多的案例。所以这1个月的时间，就是台湾的 MeToo 的运动开始出现的一个时机。那这些案件有什么共同性吗？或者是类似的模式吗？因为像我自己观察的是，最近爆出来的这些案子多半都不是很近期发生的事情。然后有看到网络上面有些人会想说，为什么受害者会隐忍这么久？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蛮复杂的。我觉得我好像可以简单提一个概念。我以前在历史学的时候很常学到一个概念，叫做偶然与必然。偶然的概念是突然有一件事情发生，它会是一个导火线，然后可是必然的意思是这其实是一个趋势。Okay. 你不知道在什么时候点燃，但它有可能在这个趋势下是一定会发生的。那我认为 MeToo 运动其实就有点类似这个概念。你说很多事情都是历经了很多年之后，现在才爆发嘛。然后我认为其实现在很可能就是这一个火很有可能被点燃的时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其实我觉得《人选之人》真的有一个很重大的因素，就是大家如果有看剧的话，可以知道它其实很立体的把性骚扰的情境给呈现出来，而且花了蛮多集在描述。对，因为如果你单纯只看那一个党工摸腰的事件，如果我们现在用自己的想法来想，可能会觉得说，哇，摸一下腰，这确实是一个猪哥的行径。可是我们可能不会觉得它是一个很严重的性骚扰行为。然后可是这一个猪哥事件其实是带出了雅静她之前遇过的权势性侵的状况。然后我们从剧里面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女性到底会在哪里挣扎，然后会在哪里觉得会不会是我自己的错。然后可是在这些情境里面，你能够同理，这其实不是你的错。然后我觉得这就让很多曾经有共同经验的女性知道说，原来这样的情境不是我的问题，然后会得到了一个支持。对，而且我也让看剧的人也能够同理这些人。所以我觉得有一个很不一样的情境是，其实5年前是欧美在发生 MeToo 运动的时间，然后5年前其实台湾也有人在趁那个时间发出自己的 MeToo 文章，可是那个时候风向是在指责那个女生，她说不定只是不小心的你被其他人搭肩都没有怎么样，被这个人搭肩你就这么有意见，是不是你自己在挑选对象？然后可是在这一次 po 文出来，很多人第一时间的反应都是很谢谢你讲出来，就是他们不会急着判断这件事情是真是假，你是不是对别人造成伤害，他们首先感谢你愿意把经验讲出来。
所以我认为它就塑造了一个蛮好的环境。好，然后这是能够讲出来的第一个原因。然后可是为什么这么久不讲？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大的因素，就跟剧里面呈现的一样，就是所谓的权力关系。例如像曾博文的事件好了，他当时是端传媒的评论总监，然后呢底下的记者其实跟他是有一定程度的权势关系的。那这时候他说我要跟你讨论你的文章，然后他说我在车上觉得比较方便比较舒服，你愿意吗？很难拒绝。对，很难拒绝。然后他真的开始对你哭诉他的婚姻状况有多不好，然后开始讲出一些逾矩的话跟举动的时候，你要想这些话跟举动真的逾矩了吗？如果逾矩了，我要跟谁讲？我要怎么讲？这件事情才不会变成好像是我的错。所以我觉得那个当下真的都是很难以发生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权力关系是为什么这些事件在当下很难说出口的一个重大的因素。而且其实根据现在的 po 文看起来的话，其实有很多很多的事件在当下其实有很多人是有跟主管反映的，但实际上就是很多很多的状况都是主管没有意愿好好处理，所以当下也被搁置。然后所以这个发生它有可能也是我尝试发生了但发不出来。但我觉得很多人可能没有办法理解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它看起来好像很有条有理，但是其实过程当中可能会遇到很多的阻碍。所以我想说，洋洋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在网络上面搜集到的这些经验，就是在这个程序当中，到底会遇到多少大家想象不到的阻碍？好，那我觉得还是要跟大家简单说明一下程序会怎么样。首先就是公司只要超过30个人以上，就会设立所谓的性平会。没错。然后所以如果公司有性平会的话，你遇到事件就是要先申诉。然后呢，申诉完之后，公司接收到这个案件之后，他们就会启动调查，然后会决定这个申诉案件要不要成立，然后调查完之后会决定这个惩处要不要执行，然后更进一步会看这个事件需不需要再呈报到司法那边来处理。这个是基本上的流程，大概长这样。根据劳动部的调查，有70到80有受过性骚扰的人，他们其实都说他们其实是没有进行过申诉程序的。所以光是要启动这个申诉，我觉得就有一定的困难的问题，自己愿意按下那个按钮就很难。对，甚至我觉得有一个很可能的状况是，我不知道去哪里按按钮。有可能。我知道公司有这个性平会，但它不会有一个办公室嘛。然后可能公司也没有公布性平委员的专机，所以你根本也不知道到底要怎么联络到性平会的人。所以这个时候，通常能够做的第一步就是跟你的主管说。懂。好，然后那我们先假设一个案例是，假设今天骚扰你的人就是你的上级主管。好，那今天如果是你的上级主管骚扰你的话，那该怎么办？你真的不知道该问谁了。对，这时候你就好吧，我想尽办法，我就越级到更上面。假设我直接跟老板说好了。好，可是这个时候呢，老板要处理这件事情，他一定会问你说：“你有证据吗？”那这个时候你很可能在骚扰当下，你就要想办法先收集证据。你在第一次的时候一定不可能反应嘛。假设他真的有第2次、第3次，好，你真的收集到一些证据，然后给老板了，但老板可能也会想说：“但底下这个是我的得力助手，他真的有可能是这样子的人吗？”在这当中可能还会有很多的怀疑，然后有很多的不公平的事件出现。所以其实很多人会遇到的状况是，组织跟雇主可能会有消极处理跟吃案的状况。再来的是，假设申报的人是一个比较低阶的人，对于公司的贡献比较低的人，这个时候有可能对于老板来说比较简单或是比较没有成本的方法，反而是把这个低阶的人 fire 掉。对，这个时候老板心目中那个有用的人但会性骚扰人的人是留着的，但那一个提出问题的人是被解雇的。然后如果有这一些案件爆出来的话，其他的同事看到了这个状况，如果他们不了解实况，他们可能还会说：“哇，他当初报这个案件有可能是想要骗和解金。”然后他可能会受到2次的伤害。然后再来，如果这个团体里面还有潜在的受害者存在的话，那很有可能看到这个例子会发现：哇，原来申诉没有用，然后申诉的人提出问题的人是会受伤的。那最好的方法是，那干脆我隐忍下来不要讲。所以我认为这其实是现在的程序里面会造成没有办法好好处理性骚扰案件的原因。那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问题，它未必是光靠修法就能够解决的嘛，而且法律要改可能也会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所以从你的角度来说，你觉得现阶段要解决的话，有哪些地方可以着手吗？这个问题确实也是蛮复杂。依据现在的那个性别平等工作法的定义，所有的性平会的实施细节其实是由各个公司自治处理的。然后所以
如果公司跟组织真的有意愿好好处理这个问题的话，还是有几个方向可以做。首先是他们可以确保加害者跟涉案人都要调离现职，然后或者是停职，才有办法让这个权力关系先暂停。对对对。然后呢，再来就是你要设立一个允许他们匿名，然后呢能够受到保护的直接申诉管道。就是你不需要去跟你的主管讲这件事情才会受到处理，你有一个专线或者是一个直接管道能够通报这个案件。然后再来的话，就是也有人提出，其实这些案件应该要设立独立小组来处理，就是可能要请外部的人或是其他部门的人来调查，才不会让原本的权力关系可能阻碍的是整件事情的推进。对。但我觉得这些东西就还是要仰赖有良知的公司啦。因为我觉得听起来好像还是成本蛮高的吧？听起来蛮高的，30人其实是一个坎。就是台湾有很多的中小企业，它可能并没有到30人。那像是老实说，我们公司其实是很多个公司组合在一起的，所以我们个别的公司也是小的。那也不会受到这个法律的约束。所以很有可能很多公司根本连性平会都没有存在。我相信会蛮多的。那我想到的另外一件事情是，很多的性骚扰它并不是发生在特定的组织内。那如果回到一个个人的角度，这边会有什么样的建议或者是想法吗？我觉得这个问题很有趣，因为我觉得可以分为4个不同的角色。就是很多人在讨论 Me Too 的时候，就只预设它是一个男性加害、女性受害的一个框架。虽然在劳动部的调查里面，确实是有70%受到骚扰的人都是女性，没有错，但实际上还是有女性加害者跟男性受害者存在的。而且我认为男性跟女性的受害者很有可能对于性骚扰的认知会完全不一样，所以我认为其实可以分4个角色来简单讲一下。首先我们先来看女性受害者好了。我觉得女性受害者其实是女生从小到大一定都有听过女生要好好保护自己这句话。有。对，所以对，就是所以你衣服应该怎么穿啊，几点之后不适合再出门啊，然后呢你随身要不要带什么螳螂喷雾啊、哨子啊，然后或者是别人对你做出什么话，然后做出什么举动，它很可能是性骚扰啊。我相信女生一定听过非常非常多了，所以性骚扰这一个概念对于女生来讲一定是一个不陌生的概念。所以如果要从女性受害者的角度说，我还要做什么事情才能预防性骚扰，我认为其实是没有办法的。对。然后再来的话，可是我觉得男性受害者跟女性受害者的概念有一点点不同。我认为很多男生还没有要好好保护自己的这个概念出现过。我觉得是，我同意。因为过去的故事的流传里面比较少这方面的讨论跟这样的角度。我觉得就跟家暴的议题是很类似的，很多人不会去设想到男生也可能会被家暴，或者是男生也可能会被性骚扰。所以或许有很多男生他其实在被性骚扰的过程当中，他有感受到不舒服，但他根本不知道那个是性骚扰。所以我觉得反而是男性受害者的部分，他们可能要先从性骚扰开始认知起。对，这是男生跟女生的受害者的不同。然后再来就是加害者的问题了。首先我们如果从男性加害者的角度来看的话，他如果比较常跟男性们一起相处，他可能会很习惯开黄腔是一件正常的事情。是。对。然后这个时候他可能会不知道，那我如果要跟女生讲话，怎么样的界限才合理。所以我觉得有一个蛮好的方法，是我之前就是一样在 FB 上面看到一篇 po 文，他说他以前曾经在日本的风俗街附近的居酒屋打工。然后呢，他说那个打工的店长其实很喜欢讲黄色笑话，然后可是他觉得很神奇的是，他在那边工作了蛮久的一段时间，可是他从来没有感受到不舒服过。那原因是因为那个店长呢，在第一次不小心跟他开了黄色笑话的下一句，马上接说：“刚刚我这个玩笑尺度你是 OK 的吗？你有没有什么底线是不能触碰的？”然后那个女生也很立即的跟他说了他自己的原则。他说他的原则是他不能接受那些笑话会涉及到他自己的身体。然后呢，他也不能够接受这些笑话会涉及到贬低女性。然后再来是他没有办法接受被触碰，这是他的3个原则。可是呢，只要不触碰这3个原则，他认为再怎么开放的话题他都可以聊。要能够那么明确的知道自己的界限，其实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对，所以我看这篇文章的时候，我第一个点是觉得说，哇，这个店长很有 sense 就是他虽然爱讲黄色笑话，但他知道该如何尊重别人。但第二个惊讶的点是，哇，那个女生居然能这么快的知道她自己的底线在哪里，然后让双方能够创造出一个舒服的对话情境。这是我觉得
大家都蛮值得学习的案例吗？蛮难的，但值得参考或思考。有时候男生可能会认为，如果我都不能讲一些好笑的笑话，这样怎么跟人家相处？我不是会变得很无聊吗？这倒是不会，真的是不会啦。假设你真有这个担忧的话，那你就一样还是问一下，就是有趣的东西还有很多。对，或者是你就问一下，说我刚刚那样你会不舒服吗？如果他真的会不舒服，那你就不要讲。对，至少我觉得现在 Me Too 可能也是提升一个门槛吧。就是你在做什么事情之前，你有一个门槛，必须先想一下，我这句话讲出来以后可能会被 Me Too 吗？这个要好好的想一下，就是他开始让大家意识到这件事情是一个有风险的事情，对，然后也让原本可能很模糊的，就有点像是你拿掉眼镜那个一条线是这样，然后原本是会散开，然后变成这样一整片，现在就开始越来越聚焦，大家就知道说这条线，而且开始理解说原来每个人的线其实是不同的，对，每一个人的线真的都不一样，所以好好了解你面前那一个人，然后尊重他的底线，我觉得就是一件重要的事情。我觉得这是对于我们所谓的潜在男性加害者，你可能可以拥有的意识。然后再来，我觉得如果是女性加害者的话，她又有很多的未知了，就是因为以前一样嘛，我们不会预设女性是会加害的人。有一些女生，她们可能甚至会认为，我摸你是你赚到。对，我没有这样子想过这件事情。如果女生也会认知到，我对别人触摸的行径，别人也是会不舒服的。那这个时候女生也能够提醒自己不应该成为加害者的角色存在。每一个人都认知到自己有可能被骚扰，然后每一个人都理清自己的骚扰的底线，这样就有可能是让大家都能够过得更舒服的一个环境。那再来我想问一个我觉得应该是蛮多观众他们会在意的，就是到底要如何消化这么大量的受害者的自白。哇，老实说我自己也没有办法把每一篇文章都看完，所以我觉得大家就还是视你自己能够接受的程度去接受去关注。我觉得 Me Too 运动它其实就是让大家讲出自己的经验。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很多文章它里面所涉及的内容，它不一定有非常完整的证据，所以你真的要走入司法流程的话，它也不一定是会成立的。可是这个经验会让很多的女性知道，我如果遇到类似的处境可以怎么认知这件事情。我觉得房思琪那本书其实也影响台湾的社会蛮重大的，就是它里面有叙述他其实是用他自己解释那件事情是爱，然后来包装自己被受性侵害的行为。然后其实我也看过一些人分享他其实有类似的经历，如果他没有办法逼那个男生说出你爱我，或者是他没有办法用爱来解释这个事件的话，他觉得他整个人会崩溃。所以就算很多人认为那是在当下一个你情我愿的行为，它其实背后还是可能包含着非常大的创伤。然后这让很多女性认知到说，原来这其实是性骚扰性侵害的一种形态，我因为这件事情受伤是一件可以被接受或者是合理的状况。那当你认为自己没有错的时候，你才有办法一点一滴的去平复你自己。那你会担心像 Me Too 运动出现诬告的状况吗？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有可能发生的，可是我觉得可以提醒大家的是，不管是哪一种罪，它都有可能被诬告。然后例如我觉得好像可以拿许杰辉的事件来说明一下，就是第一个出来说许杰辉对他让他不舒服的人其实是一个上课的学员。那个时候他其实是说许杰辉没有对他做出任何的行动，但他认为在课堂上要他模拟做爱的声音让他很不舒服。然后其实这个新闻一出来的时候，留言是有很多不同的意见的。很多人认为这其实就是上课，如果你不能接受演员要这样上课的话，那你就不应该当演员。这其实是那时候有一点点偏大量的说法。对，然后可是是在后来真的有人分享，他是真的有被许杰辉用言语然后用行动不当骚扰，而且不只是一个人，可能是2个人出来佐证了他们曾经被骚扰的事实之后，大家才意识到说，原来这个人真的做了不对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所谓的诬告，它或许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容易。就例如我们只看第一个案件的话，大家也可能认为你的指证是不够正当的，那这个诬告它就不会涉及到许杰辉他的地位。但后来的事件，他如果大家已经认可了他这件事情严重，那他才会危及到他的地位，他才必须要退出演艺圈。
那像刚刚这样的事情，其实它需要一点时间来发酵跟证明，或者是反复的推敲。那我们该怎么样在一个尊重受害者跟保持客观判断之间取得一个平衡呢？我看到很多留言，我就觉得他们有做到这件事情，就是像我刚刚讲到，他们不会直接去说你是对的或错的，他们会说谢谢你讲出你的经验，但这个经验到底要如何被评价，它是否真实，它是可以再被讨论跟验证的。可是我们不要去抹杀任何人讲话的权利。就像现在有很多的正方，他们可能知道自己的案件是没有足够证据的，所以他们很可能第一篇贴文，他们甚至是会隐匿那个加害者的名字，他只透过一些特征来说曾经对我做过行为的人他有哪些特征，然后他对我做过的行为是什么，然后再呼吁说如果有人有共同经验的话，麻烦你私讯我。然后其实有很多起事件，他们都是透过这样的方法找到了很多的共同受害者，而且真的加害者都是同一位。然后在这个浪潮之下，这些加害者也知道啊，这些事情真的都是我以前做过的，所以他们也只好出来认了，就说那真的是我。了解。那这样看到这里，这段时间已经发酵一阵子了，你觉得 MeToo 运动的意义是什么？我觉得我很难帮任何人发言，因为我觉得没关系，就你自己。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遇到这个状况，发文的目的很可能都不一样。有些人他可能就是受到很重的伤，然后他很期待伤害他的人一定要付出代价，他才有办法面对自己。但有一些人他很可能不愿意再去跟那一个人有任何的纠葛，让自己再受到更多伤害，他单纯只是想要把这件事情告诉更多人，不要让更多的人受到一样的伤害。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发文的动机跟希望的处理方式很可能都不一样。但我觉得对我来说啦，我自己就是会在看每一篇文章的时候去思考，如果是我遇到这样的情境，我到底该怎么办。然后其实有时候让我最害怕的是，就算我是透过很间接的方式在看那个情境了，我很有可能都还是不知道那我当下该怎么反应。对。可是我觉得它至少让我认知到这些事情存在，所以我觉得 MeToo 运动对我来说，我自己啦，就是比较大的意义是这些经验能够被分享出来。因为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性别，什么样的人，你都可以从这一个运动里面知道，原来很多事情是这样子在被发生的。有可能你也可以透过这些故事更理解你身边的某一个朋友，原来他很可能就是因为类似的事件，所以他成为了现在的他。那如果大家都能够更用同理心，然后去尊重每一个人的界限，然后去知道哪一些话语哪一些行动必须要小心的话，我认为如果这样的经验可以让这个社会变成一个更好的社会，那它就是一个很有价值的运动。理解。好，那我们今天非常的谢谢洋人跟我们分享这么多，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拜拜。